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丽。这是我目前第2辆的越野车，GasGas ES700。那在台湾也是极为罕见的越野车版本。大部分人都比较熟悉华泰版本的 SN700啊，但其实 ES700如果是以越野来讲的话，它是市售红牌里面最硬派的冒险机器，它够轻够暴力。这个影片啊，我只是想要单纯分享一下，我是一个喜欢骑越野车的普通人啊。并非专业人士，所以就是纯粹分享一下这台车子，还有我的改装的一些东西。那如果有错误的话，请纠正啦。这台 GasGas 700已经陪我大概快1年多了啦。这是一台单缸的越野车，那它有692cc，那基本上它就跟 KTM 690还有 Husqvarna 701 Enduro 是同样的平台。就是共用引擎 LC4 的引擎，这台车重量大概有150公斤左右啦。那动力有74匹左右，很轻，然后非常的暴力，几乎没有重机的笨重感，就很像普通的一台250cc 的摩托车。但是它的动力重量比是非常的恐怖，在林道里面高速的时候，其实非常的爽快。我买这台看上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它的悬吊系统。它前后都搭配自家的 WP 避震器，前后都是 X-Sport 版本，那前叉有48 mini 哦，非常的粗壮。后面是多连杆的设计，也是全可调多连杆的。那它前面好像前面我记得它可以调20段，就是回弹跟阻尼嘛，它左右两边可以调各20段，后面可以调25段啊。它调的机构。它调机构在哪？这边有一个用一字起子去调整的。我这个目前的设定全部都是越野化设定啊，我是以他们手册上推荐使用的越野设定。那目前这套悬吊系统对我来说非常够用啊，几乎也不用做什么改装了。那这台车原厂就有标配 ABS 系统，还有 TCS 系统。那平常啊，我都是把它关掉的。我只有在下雨天的时候骑在公路上才会把它打开。毕竟我这还是越野设定嘛，后轮是越野胎，所以压到白线的时候其实是蛮危险的，很滑啊。我当初买到这台 ES700也算是一种缘分吧。我是透过越野圈的朋友介绍，才有机会得到这台车。它是一台很稀有的车，我当时还真的不知道是这个大单缸红牌等级的车辆。当我知道的时候，我就觉得，这不就是我高攀不起的那台车子吗？我当初本来是想说想要买一台红牌圆梦啊，那当时是选择 Tenere 700，但是我有试骑过 Tenere 拿去越野，我发现它在慢速的时候啊，你只要遇到比较软的土，或是比较崎岖的路段，如果你太慢的话，其实车子蛮笨重的。那倒车的时候就真的很辛苦，基本上倒了第2次、第3次的时候，你就很不想再骑这台。当然啦 ，Tenere 本来设定它就是一台长途旅行使用的车子啊。那直到这台 ES 出现，国外 T700跟这种 KTM 690车型去比较的车，大多数的人评价就是这台双生车还蛮轻的，比 T700还要轻的50公斤。然后动力几乎是一样的，之后我就马上确定，就直接买这台车子。那也感谢车主割爱啦，毕竟他车当时买来也改了不少东西啊。这台 ES700原厂其实就蛮强的，如果要越野的话，最好还是要做一些改装，那尤其是保护性的改装，非常非常重要。那其次就是它的动力，然后还有舒适性跟保养的部分。这台呢有改装全段的钛金排气管。那 Tecmo 大家都知道嘛，就是很多滑胎车大单缸他们会装的其中一个品牌。那装它的好处当然就是动力会稍微大一点，再来一个重点就是越野来说车子要轻一点嘛。它原厂那个排气管真的是有够重的，这个钛合金的轻了非常多。那当然装了这个排气管之后会变得非常的大声，
我有去做环保的检测过了，这台车在去年的时候已经通过检测。那检测的原因是我有去请加工工厂吧，帮我在中段做了一个消音塞，然后让我比较可以很顺利的通过检测。但是呢，装了这个真的有一个缺点，因为我是装在中段嘛，它是强制让它声音变得比较小。但是呢，我非常担心会有烧气门的问题，因为它会变成排气不顺嘛。所以呢，我这台车会找时间呢去专业店家帮我整个把后段的部分、排气的部分重新做一个整理，这样子让它的排气顺畅度变得比较好，然后再把声音再降下来一点。因为毕竟我是一个很不喜欢车太吵的人，不想要影响到别人。甚至呢，我也不想要骑在路上的时候，还要注意3宝以外，还要一直去看有没有测速照相机，还有声音检测的照相机。那真的非常的讨厌。改了排气管之后呢，排气顺了，但是进气也要跟着顺嘛。所以这台有装 DNA 的高流量空滤，那它的空滤，因为这台车比较特别，它的油箱在后面。等一下，我先把它打开一下。2 hours later. 2000 years later. 好，我把它打开了。它的空滤是在这个里面，它只是把里面的空滤从原厂的换成改装的。我是把它保留成原厂的样式啊，因为呢，这台车是要拿来越野的。我当初本来想要换。有一个品牌是台湾一个很厉害的品牌，进气套件，它是一个很大的香菇头。我买来了之后，才发现说，好像买了之后有点小后悔，然后只有把它打开之后就没有再拆了。因为我后来还知道说，改了这个东西之后，你还要费2次，然后费2次你还要去修改你的电脑，那就是一系列的流程。那甚至未来还有。因为你是内写嘛，不是像是那种全取代电脑可以去做调整，所以到时候要验车的时候也是挺麻烦的。最后的重点就是因为我这台车的使用可能会涉水啊，或者是会做就越野会有很多灰尘，那个香菇头如果碰到水的话，进水的话，这整台车的引擎就完蛋了。所以呢，这个香菇头的套件还是给华泰的有缘人好了。如果要的人可以密我可以卖便宜一点。而且我只有把箱子打开看一下而已，而且东西基本上是全新的。齿盘的部分，那原厂是前面是 15T， 后面是 46T。那因为我这台骑了2万公里了，所以它的齿盘也磨耗的差不多。那我就想说顺便把它一并换掉这样子。那我现在前面是 16T， 后面是 52T， 非常的大啦。这个齿盘我是在网络上虾皮上购买定制的，它是一个台湾叫 KCT 的一个品牌。当然，如果换这么大的齿盘，链条也要跟着换啊。那我的链条是换 DRD 的502 VX3。那轮胎的部分，我是换上纯越野胎。那这个轮胎是象牌的6日胎吧，它是从那种竞技车拆下来的轮胎。那这是我跟人家买2手甚至不要的。对吧？因为这个轮胎有放了一段时间了，它的胎胶其实变得有点硬了，要不然原本我记得它应该是蛮软的。那当然，这种越野胎在公路上骑，它一下就会磨耗很快啊。我只想说就将就的用吧。那后轮我也有试过7305吧，还7304前后的配置，那就是马吉斯那个人家越觉得 CP 值蛮高的那条轮胎，我也有用过，我觉得也不错。但是它唯一的缺点就是它最大后轮只有做到宽120的尺寸。那因为这还是大单缸，所以它的消耗其实会稍微快一点。像我那条轮胎装在150上面，还没有 gas 消耗的这么夸张。我装在 gas 上大概快要3000，7305就快要下课了。那装在阿福至少可以撑个，我觉得5000应该没问题吧？5000会有点太夸张了。那前轮这个应该是7304吧，我是觉得它就便宜好用啦，那就试试看。要不然其实应该还有很多的选择，毕竟我这还是越野化设定，专门就是喜欢拿来把大单缸骑在土路上的设定。我这个轮胎里面有装小红胎，
那其实这台车应该不需要装到小红胎啦，可能是我之前骑小车的关系，想说试试看。小红胎装上去的话也没有不好啦，就是稍微有多了一个气势，有胎压可以放低一点。可是我觉得也不能放太低，因为这台车宽比较宽一点。那我之前有放太低，结果我的轮框稍微有点撞歪了。然后请了技师帮我拿铁锤把它敲回来，我觉得那个蛮好笑的。再来，我觉得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下护板。这个下护板，我是买 Menash 的强化塑胶的底板。那我觉得这一款的好处就是它的保护面积相当的大。那你看啊，它可以从底部这样子一路延伸，然后保护到底下的多连杆系统。然后呢，它的左右两侧也做到包覆到整个 case 左右两边。这边最重要的水箱帮浦啊，还有一些油管的路线的部分。那另外一边，这边也是，这边都有 case 做了一些保护。那我觉得这个设定会让我会比较安心一点。因为毕竟 KTM 他们这个原厂的设计就是它就是车架在上面，然后它的引擎就是吊在下面的，它底下没有任何的防护措施。万一如果这个底下撞到了什么石头之类的啊，它那 case 撞破了，整台车就要大修。而且我听这个报价好像一边要8万块，两边加起来加上你的工钱。拆装的工钱还有一些耗材，这个维修成本超级高，所以呢，这个下护板一定要装。我觉得它这个材质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因为它是强化塑胶嘛，第一个它轻，然后再来就是它在骑乘的时候比较不会有异音啊，要不然有时候在骑的时候会叽怪怪的，会有东西打到那些声音。然后最后就是它的那个重量嘛。这块其实还蛮轻的。再来第二重要就是这个车架的保护杆，它非常重要，因为这车有水冷排。那我们越野的时候最怕就是水冷排被撞歪，然后漏水的状况。那这个品牌是国外一个叫奥拜克的品牌，它有做很多其他车种的支架。那它常常就是会拍一些影片啊，把它车子拿来摔拿来驮。这个架子真的是非常硬哦，你看我这上面都已经磕碰的了。那我也真的测试过，整台车孤轮起来结果失败了，整台车重摔重落地啊。然后它只有小小的溃缩一下而已，它完全没有抵到这个塑胶壳然后我只有把它稍微敲回来就好了。这东西真的是非常硬，而且它也是必须装的一个东西。护弓的部分，我是用这个澳洲品牌 Badabask 的封闭式护弓，这个是号称越野圈里面算蛮硬的一支护弓，听说可以敲爆水泥块还不会歪掉。那把手我是装 Renfrew 这个品牌，那就是很多越野比赛的时候会装的一支粗把。那我觉得这算是我个人一个好看的改装吧，因为其实我觉得它跟原厂的长度差不多啦。唯一的区别就是它可能稍微翘一点点吧，那就是稍微控制会稍微好一些，这是一种可有可无的东西啊。那大单缸车它不是骑在高速的林道的状况下，在低速高转的情况，其实这车很容易过热。那这台有针对散热的部分有做一些基本的改装，那它有装 Amberensing 的水帮浦的升级套件。在这个里面，它是一个加大水帮浦的一个套件，让那个水循环效率会变得比较好。那我这个水冷是用一个叫做利利 91R 的一个冷却液，是一个跟我骑同款车的一个越野圈朋友，经过大量的测试得到的结论说，这款还不错，它的散热性能可以有效的压制出这台大单缸车辆。那我就想说，就试试看吧。
另外容易过热的地方就是离合器油的部分，我有几次在一些小林道用可能比较激烈超架的方式，可能做一些弹离合的动作，那个离合到后面温度感觉越高的时候，会抓不到离合的感觉，就会变得空空的。那我在想说，会不会是因为这个大单缸它的热源的关系，会影响到离合器油的温度比较高？那我就换了原厂指定的一个刹车油，那它好像是5.1的规格吧，它的那个耐热程度会比较好一点，因为它是刹车油嘛，所以我连刹车油跟离合器油都一并都把它一起换掉这样子。那另外引擎的部分，一些小冷却的叶片啊 ，SN Project， 再来就是骑乘的舒适性，还有它操控的部分哦。那因为我这是越野设定嘛，它这个车把有稍微加高一些，那就是 BRP 的这个品牌，这个是减震器。然后加上一个增高座，那它这边还有预留一个可以装那个防甩头啦。那这还是没有装。那我目前用起来这样子的设定是蛮够用的。防甩头主要是你在做高速的时候会比较需要啦，因为我说真的，在林道如果骑到40公里，其实已经有点可怕了，更何况骑到80、90、100，基本上到100的时候就有100以上应该会比较需要了。但是这台车我有时候会骑在快速道路上，之前我有骑到可能快要140、160的时候，车子的把手会开始有点晃，因为车够轻嘛。我觉得防甩头就是这个时候派得上用场的时候。再来坐垫我是保留原厂啦，可能未来会想要做加厚吧。可以让我多撑10分钟，或者是让我老婆多撑10分钟。但我老婆不喜欢坐这台车子，因为毕竟它越野车嘛，有够难坐的，屁股会烂掉。脚踏的部分，我这边就改装了，可能网络上随便买了一个对应它的一个改装套件。那这个有点松了，要不然它其实会回弹回来。然后这个东西也蛮特殊的，它叫做一个站立的固定器。当我在站立的时候加速的时候，这个东西可以很稳定的可以撑住你的小腿，因为这台车大单缸很容易会把你往后拉扯。那它是一个加强你的稳定性的一个东西，它叫什么？它叫做站立稳定器吧。如果中文翻译是中文的直译是这样的意思。那另外一边一样的东西是长这样子。那后面这边有装一个 Nomad 的货架，这个加减用啦，我觉得还蛮好用的。然后这边装了一个 Vanish 的油箱盖，快拆油箱盖。那这个东西就是防止钥匙断裂的状况，万一人在野外的时候要加油，结果钥匙卡在里面，你又没有带另外一只钥匙的时候，你就会在荒野外面过夜。是还蛮危险的一件事情，它是防止钥匙断裂，然后装一个比较方便的东西，然后这个一转开就可以直接加油了。可是呢，它也是有一个缺点，就是如果你停在外面的时候，可能会担心有人要搞你的车子，可能会在里面加料之类的。希望不要啦，手下留情。所以我还是会习惯在外面停车的时候，这边会拿一个东西可能稍微挡住吧，以防万一有心人士这样。这台车我买来的时候，原车主他有装一个拉力头套件。那现在看到我其实把它拆掉了。其实拉力头没有不好，那是因为我在骑一些小林道的时候，因为拉力头它为了要限制转向，防止说它一些线路被前叉给夹断，所以它这边原厂设定有稍微做一些转向限制，然后回转半径会变得相当的大。所以我在慢速的时候，或是一些刁钻的小路的时候，其实很不好转向，会变得有点难骑。然后再加上我可能很容易倒的话，它那个拉力头的机构，它算是一个 U 型环，它是夹在这个红色的车架上面的一个结构。那它是用夹着，所以如果你太大力的撞击的话，它其实会有点歪掉，然后很麻烦，然后再把它敲回来。那我就想说把它拆掉好了，想说试试看这样设定，可是有得必有失啦。因为拉力头的好处就是你上面可以装很多抬头显示的东西啊，比如说手机支架，手机可以装在上面，你在导航的时候其实真的很好用，你不会一直常常的低头。然后呢，
它那个挡风效果也特别的好，可以挡虫子啊、挡土、挡雨水啊，你也不会被风子吹得乱七八糟的。我有那个风镜的时候，我有骑到大概170左右，其实还蛮稳的。可是当我拆掉的时候呢，我骑到130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受不了了，因为那个风压实在太强了。然后呢，再来就是那个拉力头，它有改装2个 LED 的远近灯，它那个灯也蛮亮的。然后上面还有很多的机构，你也可以装其他的一些可能灯系套件啊，或者是一些导航系统啊。最近不是很有流行那个上面还有一些导航系统，你可以做安装吗？对不对？这是那个拉力头的好处啦。但相对的，它的重量会稍微重一点。它那个拉力头我大概测了一下，应该有5公斤哦。这就是有得必有失的结果吧。但我目前就是先暂时这样的设定，可能未来不好说，我可能又会再买另外一个套件呢，也说不定。但是啊，它那个东西好像验车的时候是不能过的，所以验车的时候还是要拆掉，然后呢，验完再装回去，就是这么麻烦。最后呢，这台车我已经骑了2万多公里了。那最近才去做气门间隙的检查，然后做一些基本的保养，然后什么节流阀清洁啊，然后空滤箱清洁等等一些小耗材。那我都定期1500公里的时候去换机油，还有它的滤芯耗材，我都固定换原厂指定的机油啦。那我会希望这台车可以跟我长长久久的，稍微对它好一点，这样。说到这台车的优缺点嘛，先讲优点好了。我觉得这台车在临到高速的时候真的蛮爽的，车子很轻，动力又很大。我很喜欢骑这台在临到它那种路弯滑出去的时候呢，它很稳定。然后你加速的时候出弯，它又会用甩的方式，然后一路带进去的时候，再自己又会收回来的那种稳定感，其实还蛮爽的。而且我在站立骑的时候，我稍微轻弹离合之后重心往后，它车头很轻，它可以很容易的把任何的路面的颠簸给吸住。这真的是一台很爽、很暴力的车子，那个肾上腺素真的会飙升很多。可是这台要小心啦，这车会嗜血的。这台车的缺点呢，就是它完全没有任何舒适性可言。如果你骑这台超过2小时啊，那个屁股真的会非常的痛。对这台车真的要有爱啊！做这台长途旅行，它本来就是一个双生车设定，它是一个越野车设定，它不是让你骑舒适的。所以我买来的时候就很明确知道这一点。要不然我就买 T700就好了。然后另外一点就是不知道这算不算缺点啊？它的维修成本其实算蛮高的，所以我不会拿这台车做一些很 hard enduro 的一些动作啊，就是可以在我容许范围内做的一些操作这样子。我觉得拿一个例子来讲，这台车的油箱在后面嘛，它是做一整组的强化塑胶的油箱。万一呢，如果你孤轮过头的话，这个油箱有可能会爆掉啊。听报价说这个油箱应该要8、9万块吧，这整组换下来不便宜耶，因为它是油箱跟副油箱的一个结合体，所以真的还蛮贵的。这台车如果大摔的话，撞到关键零件，维修成本其实蛮高的。所以呢，我骑这台如果要骑很难的越野路，或是要冲一个很高的坡的时候，我都不会去做这些危险的动作。另外一点就是涉一些很深的水的时候，这个车泡水的话也是很伤。所以呢，如果要骑那种很危险的地方啊，或是有难度的一些刁钻小路，它不太适合啦，还是骑竞技车或是 CRF150吧。另外说到这台车为什么会嗜血呢？因为我在去年11月的时候在水牛坑，这台车把我脚给摔断了。其实也不能怪它啦，算是我自己有一个操作失误吧。
我就自己觉得很帅，耍帅嘛，我就在一个小飞坡里面做了一个弹力盒的动作，结果不小心弹太高呢，我那个前轮直接飞太高，结果整个重落地下去，造成呢我这个手的虎口，我有戴手套啦，我这个虎口呢直接滑掉，然后滑掉之后就插到里面。当我反应的时候，我要抬起来的时候，刚好我的那个前刹车就被这个封闭式蜈蚣给卡住了。这个是当时我还没有做修整的时候，你也看到我这个都削掉了，这上面原本还有一个盖子，然后这个都被我拆掉了。原本呢，它就是在那边就卡住了，然后我的手就在那边跟着油门一起卡住。当我要抽出来的时候呢，就刚好转到油门，整台车就爆冲，一路往前冲，大概只有1秒钟的反应吧。然后呢，它就往前冲的时候，前面刚好就是类似像这样子一个很陡的下坡。水牛坑前面就是河堤嘛，它就是像是这样子一个下坡。我就在我反应的时候，我的人呢就刚好车子前刹车急刹，我的车子就倒在上面，我人呢就因为惯性的关系，整个人被我往前甩，那大概有半层楼高吧。我的脚呢直接先重落地，然后当场直接爆掉，然后我就在那个土路上这样滚了好几圈。我全身上下呢都有穿装备，我连护颈都有穿，然后胸甲也有穿，然后膝盖什么都有穿机械脚跟车靴，然后脚还是爆掉了。想必当下那个冲击力超级夸张，我到现在如果遇到那个有飞的情况下，我都有点创伤压力症候群发作。我现在都很积极的在复健，我的脚现在可以正常走路了，希望我可以恢复到，当然是100%最好啊，但是我希望可以恢复到我可以正常骑行的状态。那我的分享大概就到这边吧。那这台车据我所知，应该全台湾越野版本不到4台吧。如果呢，你也有跟我一样是越野版本的车，欢迎我们来讨论讨论、交流交流。因为毕竟这种大单缸的车拿来越野其实是非常非常少的。那就这样啊，拜。